从拥挤的电车中走出月台，依旧是人声鼎沸。果然是关西奈良的赏樱圣地吉野山啊！这还真的是让去哪都开车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挤人的单题，颇不习惯啊！你说影片标题是吧？就让我们一起逛逛眼前这个最古老的赏樱圣地吉野山，一边让我这个北海道知识与荧幕前的各位对这个标题聊聊天吧。在影片的一开始，当然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樱白选景点吉野山。其位于日本关西的奈良县吉野郡，是日本著名的赏樱名胜。整座山种植的樱花超过了3万本，并区分为下千本、中千本、上千本以及奥千本4个赏樱区域。这4个区域樱花的种类都略有不同，也因为海拔高低的关系，造成观赏期的开始与结束时间稍微错开。但在同时满开的那几日，不论是从上千本俯视，或由下千本遥望，那种无与伦比的气势磅礴，绝对意义上当然的樱白选啊！吉野山虽然称作吉野，但其实整座山栽种的樱花，并非大家所熟悉的染井吉野。毕竟染井吉野是江户末期才诞生出来的杂交种，与这里的历史悠久相较，大概还沾不上边吧。相反的，染井吉野樱被开发出来之后，之所以会如此命名，正是因为吉野山这个地名几乎就是当时赏樱的代名词，取个吉野，增添好运，沾沾光吧。吉野山上所栽种的樱花种类以吉野山樱为主，这种山樱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山樱花种类之一，其种植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古代的奈良时期。花瓣小，颜色虽然属于典雅的淡粉，但与它深红奔放的树叶互相搭配之后，呈现出一种与吉野樱截然不同的狂放风格。而除了豪放的吉野山樱，还有颜色较为偏红的吉野锦樱，与花瓣较大、较为密集的8重樱种，一排排、一片片粉红调色的樱花树林。来过吉野山，我想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什么是日本人常常挂在嘴上的千本之樱。也霎时间明白了，这里的赏樱区域取名为下中上奥，千本真的是霸气外露，没在藏的。从奥千本一路步行而下，经过仿佛吉野山樱观景窗的高层山展望所，对比北海道的观樱景点，仔细观察，应该就能发现，这里的樱花相较于北海道都高大又粗壮了不少。没错，北海道的樱花一般都较为年轻，身高低，分枝少，在视觉观感上就没有本州栽种的樱花如此茂密。毕竟北海道的开拓史可以说是明治之后才开始，跟栽种史长达上千年的吉野山相较，樱花本身的历史可说就不知道被海放几条街了。也许单一点的栽种量都不会输太多，但因为质的差异，就导致了整体感觉上的壮观度略显不足了。穿过上千本的一整片杉树林，沿路零星的山樱点缀，
赫然间，一尊古老的鸟居矗立在我的眼前。打开手机中的介绍，是座世界遗产的神社——水分神社。水分神社，这也是水分神社。穿过鸟居，踏入本殿，与散发出古老气息的木质建筑相辉映。四株光看树干就知道，一定是位长者的紫锤樱。翻阅一下资料，水分神社的历史至少就可以追溯至公元720年。即便在1604年再建之后，少说也是好几百年历史的神社。坐落其中的巨大之锤樱，不知走过了多少四季流淌，看过了多少赏樱客。光是站在它的面前，似乎就处在时间的洪流之中。这种好像被短暂的抽离现实的感觉，是单体过去3年在北海道赏樱时完全没有的感受。看来北海道樱花好像又少了点什么啊！吉野山自古就是日本山岳信仰的中心，周遭的树林被称作吉野之里，于神代时是神灵所居住之处。而后我们人类踏足了山林，带来了属于人世之物。为了调和人与神的领域，除了大量建造了神社、寺院，拥有仿佛不属于世间之美的樱花，就是人与神间的调和剂吧。据说，在奈良时代，吉野山的第一株樱花就是僧侣们所种下的呢。樱花的美与它被赋予的另一层意义，是沉浸感的重要来源。例如吉野山的著名观赏点吉水神社，樱木千本，如同字面上意义的解释，一眼望去，千本樱尽收眼底。遥想当初丰臣秀吉在这大摆赏花阵仗，齐聚天下英雄德川家康、加藤清正、前田利家以打正宗等各位朗朗上口的战国大名们。德川家康一句“君が代は千年の春も吉野山花に千切の限りあらずな”。无论世间如何变化，吉野山的樱花都将依然尽情绽放，永不枯竭。随着历史踏入后续的时间洪流，此消彼长，在前进至眼前2023年的樱木千本。100年后的吉野山，樱花确实依旧绽放啊！想象着自己与古人看着相同的景色，在心中留下一段话，也许未来也能有人与自己共鸣。这样的历史与文化上的沉浸感，确实是赏樱时的一大享受。但有点可惜的是，历史永远都是北海道的软肋，就真太短了，让北海道的樱花只存在于表层的美，少了点深层的元素。樱花从栽种到观赏，再到其后续的意义，无论是祭祀、信仰、历史、文化，我想无一不与人的概念息息相关。可说樱花之美，就是人浮造出来的成果。从吉野山奥千本一路往山下步行，途经神社、寺院，随处可见的世界遗产，一栋栋日式古老房屋，用现代的收银贩卖着充满日本历史的物品。樱花树们点缀其中，赏樱之际，又同时经历了一场人的
文化洗礼。单体居住在北海道，赏北海道的樱，总是觉得北海道的樱花之美不输本州，但又好像少了一点味道。这趟来到本州，在最古老的赏樱景点吉野山体验了一轮，似乎有点明白了，北海道啊，太过自然了。自然生长的山樱花，当然不会形成樱木前本，不会建筑出樱花隧道，更不会刚好的长在一尊鸟居、一座寺院旁的屋顶。少了与人相关联的元素，就缺少了樱花与人所拼凑出的文化味道。我想，这就是北海道樱花永远都会缺少的那一味吧。那究竟北海道适不适合赏樱呢？首先，就观光季节性来说，春天的北海道，如果你是单体频道的老粉丝，就知道单体一向都是不大推荐的，因为融雪真的丑，再加上少了一位又不如本州樱白泉壮阔的樱花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想来日本赏樱，单体虽然很喜欢北海道的旅游氛围，但还是会诚实的告诉你，赏樱去本州吧。如果偏好热闹，去东京；偏好历史文化，去京都；想要人少点，去东北。相信你能够感受到更多属于你自己的樱花意义。那如果你已经是赏樱常客了，想与樱花旺季错开，又想多欣赏一些自然派的风光，那不妨就可以选择花期晚上1个月的北海道。在欣赏这块土地壮阔的大自然时，将樱花当作一个小品尝尝，作为公路旅行时偶然的惊喜，我想应该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春季旅程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今年日本的樱花季也是比较早的就进入了尾声，紧接着就是单体公路旅行与露营的季节了。感谢各位北海道知识的粉丝一直以来的长久支持。单体今年也会持续分享更多没有雪的北海道，与大家一同在这块壮阔的土地上遨游。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屁下面棒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。